Hello， 大家好，这里秋叶。上一期视频的答案我将会放在这一期视频的末尾。我想了一下，为了让大家能更有代入感，我决定采用第一视角来为大家讲述这次的推理题。本系列视频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最完善的条件，让你自己去破解一道推理的难题，希望能让每个喜欢推理和思考的朋友在忙碌之余能够找到一丝动脑的刺激。本次的题依然出自剧本杀异想魔术馆其中的一案，如果玩过或者想玩的小伙伴可以右上角退出来。那么话不多说，我要开始出题了，请大伙儿在弹幕上打出接受挑战吧，让我们开始。一觉醒来，你发现已然是下午时分，拿起手机一看，今天已经是8月23号4点20分了。你突然想起自己接到了 A 的邀约，这个邀约是8月25号晚上7点的宴会，而你的目的很单纯，那就是在这个宴会杀掉你的仇人 A。 为此，你起了床，开始做起了准备。25号当天晚上7点，你如约来到了宴会。在得知 A 比你们早一天到达后，你开始寻找起了 A 的身影，准备找准机会下手。但无奈戒备实在是太森严了，整整1个小时都没有任何机会让你可以下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 A 和他喝一杯，你确实也碍于场面这么做了。随后你打听到 A 住在2楼，但这2楼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因为整个宴会的安保人员每过5分钟就要确保所有的宾客都在1楼大厅活动。想来是 A 也知道自己的仇家太多了，在约摸8点多接近9点的样子，你看见 A 醉醺醺的上了2楼。5分钟的时间实在还是太短了，你终究还是选择了放弃，开始享受起了宴会。然而就在第二天，你耳旁却传来了 A 被杀害的消息。据工作人员透露，当时工作人员已经备好午餐，所以想打电话通知死者 A 开饭了，但这通电话却一直都打不通。当工作人员赶到1号房间时，发现死者 A 已经身亡，此时正是中午12点半。2楼的平面图如下，整个楼层为特殊设计，整个2楼死者 A 不允许任何人上去。为了保护死者 A， 整个楼层特意在2号位置设置了一个定时开关的铁门，该铁门每天晚上9点会自动关门，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会打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死者所居住的1号房间。整个楼层所有房间内的布局都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不同。死者于26号中午12点半被发现死在1号房间内。根据走访调查，死者 A 于生前25号晚上8点55与 B 打过一通时长为10分钟的电话，报过平安，内容大致为我已安全回到房间。2. 经法医推断，死者死于钝器伤，死亡时间约为25号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3. 宴会进行到12点结束，且结束后工作人员确认了所有的宾客都已经离开。4. 在2楼的角落处发现了一些木质纸板的杂物，这些杂物的深入提示将会放到稍后的重量级提示里面。5. 定时开关的铁门没有任何外观上的损坏，且25号晚上铁门也像往常一样正常运行了。6. 整个2楼的墙体也没有任何损坏。那么问题来了，凶手是如何办到的？如果你已经足够聪明，那么根据以上的条件，你完全可以推理出还原凶手是怎么办到的了。如果你还没有头绪，那么也不要紧，说明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现在你可以暂停一下，稍微思考思考。如果没有头绪，还请大家弹幕扣个1，我会根据反馈来决定下一期重量级提示的程度。接下来便是重量级提示，如果你不想看，可以直接跳到片尾。7. 这些木纸板经过仔细的辨认，发现和墙体的颜色十分相近。8. 故事当中提到了死者 A 于25号晚上喝了酒，且这是死者 A 举办的宴会，所以死者 A 当天已经喝得有一点微醺，有一点醉了，但不至于醉得特别离谱。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重量级的提示，到此其实就可以暂停思索了。接下来的提示大家请酌情观看。
9. 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藏在了故事里面，但我不能提示是什么，否则将太明显了。到此为止，所有的推理条件就已经说完了，接下来就请你破解这道推理谜题吧。你可以把你的猜想和答案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我会告诉你对与错。由于故事进行了精简，所以如果后续我发现有没有加上的限制条件，我会置顶在评论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表演时间了，推理挑战正式开始。接下来我将公布上一期的答案，如果没有看过上一期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个赞退出去，先看看上一期的推理谜题。接下来是公布答案的时候了。上一期推理谜题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你总是觉得 A 塔爬着比 B 塔更累，所以整个建筑的示意图如下。已经有大佬几乎完美的在评论区推理出来了，实在是太强了。如果觉得 UP 主做的还不错，还请一键3连支持一波。如果这个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我会把这个系列一直出下去，给喜爱推理的我们。那么这个秋叶我们下期再见。